早下了火车，到了东北省最大的这个火车站 New Jalpaiguri， 然后现在在火车站外面就可以看到这些吉普车，它是分的吉普车，差不多是25块人民币一个人，然后3个小时可以到大吉岭。公交车也有，但是速度会慢一些。找了一个吉普车，他们这边有一些是拼车的，因为人满才能发车，所以我们这一个车跟中亚一样，一个车坐了9个乘客，第一排2个，第二排4个，然后第三排有3个乘客，加上司机的话就yes coming， 加上司机的话就是11个人，现在到250块钱，看一下有没有。这是大吉岭我住的酒店，内部特别干净。它虽然在外面看上去有点脏脏的。酒店在大吉岭的一个山坡上面哦，看这个台阶。刚才一路把行李拉下来特别不容易，因为整个城市是在一个小山丘上面，所以基本上去哪儿都得爬坡。先上去看一会儿上面有些什么吧。今天是礼拜天，大部分的商店都关门了。在酒店旁边有一个西藏博物馆，要买票的。哎，我不知道是不是值得去看，因为之前有在达尔木沙拉看到了一个也是藏族文化的博物馆，但那里面都是一些屠杀的照片，所以我觉得如果要我付钱去看那些东西的话，并不是很值。这个角度可以看到大吉岭远处的雪山，然后下边的话就是他们的一个 Toy Train 的这个小火车站。旁边的这边的山路都是在山坡上，所以刚才走上走下一会儿还得绕很多路呢。这是教室里面他们学生自己画的印度国旗，很有意思。然后还有墙壁上的另外一个印度国旗，跟这边一个印度的地图。这个是他们稍微年纪大一点的小朋友上课的地方。他们刚才要摸我的脸颊，然后你看说我的脸颊特别有弹性，我觉得好有意思。这边是他们的一个学校，然后这个是 This is the schedule for the class, right? So Monday, Tuesday, they both English, math. 然后他们这个教室的话，其实不算很大，政府教室。然后这边是个男校，只有男生在这边。你好吗？你好吗？我很好。How about you？ 你好吗？还好。很好。他们学校里面学的第一语言，刚才那些妹子告诉我，他们在这边学的是尼泊尔语。这边有一个尼泊尔的这个 alphabets， 都是尼泊尔语。然后
在学校里面学的第二语言，所有其他的科目其实都是用英语上的。在这边他们并不学习，印度的这个 Hindi 印地语他们不学。然后这些哇，小姑娘长得很漂亮。Bahut sundar. All of you and also you. Chinese, how you say sundar? 漂亮。漂亮。漂亮。Yeah, that's like beautiful. 拜拜。今天太阳特别好，刚才吃了一个馍之后，去了一所小学，然后现在准备下山去找一下，看看有没有能够找到电影《巴菲》里面那些场景的拍摄地。终于看到了大吉岭的窄轨小火车，电影里面非常有名的，它现在是有一条 transportation 的线，你可以从山下坐7个小时坐上来，或者说你可以坐一条就是 tourism sightseeing 的线，差不多是半个小时，它会带你整个地方逛一圈。蒸汽火车，哎，现在是可以坐吗？去看一下它的 locomotive。哦，它真的是在烧煤，看到吗？这个小火车旁边的这个景观平台真的是特别美，可以看到远处的喜马拉雅群山的这些雪山峰，超级美。虽然天气有点冷，太阳在4点15分的时候就落山了。我还是买了一个我最喜欢的冰淇淋 ，coffee。接着我们准备去逛一下菜市场。现在其实也就11月底，算是这边的冬天了。但是我没有想到太阳居然落山落得那么早，4点15分就完全落山了。落山之后就特别冷。在山里面看到有卖很多小鱼和鱼干的地方。包括他们这边有卖海鲜的那些，我不知道那些鱼是从哪儿抓来的。昨天我就还吃了一个咖喱鱼呢。这都是尼泊尔的脸，我觉得我在这儿就可以冒充一下当地人。现在看起来好像8、9点的样子，其实才5点多。刚才我在外面简单的吃了一杯热茶，还有一些热的饺子。唉，现在先上坡回家，太冷了。是我今天的房间。哎呀，你知道住在山里面最激动人心的是什么吗？最激动人心的，带大家来看一下，那就是热腾腾的雾气，因为今天可以洗一个热水澡，太开心了。外面真的是好冷，赶快先洗个澡吧。刚才在查明天要去的地方，做一个 travel plan， 但是我突然发现。大家看这里，谷歌地图 Google Map。当我在印度的时候，我的浏览器里面这个 Jammu and Kashmir 这一部分，它中间其实本来这边应该是个虚线，因为这一块的地区应该是8空的 Kashmir。然后当你在印度的时候，它就变成了硬空 Kashmir。大吉岭这个地方的地理位置有一点特别，因为它旁边是尼泊尔。北边的话就是印度的西金邦，东边靠的是不丹，然后它是夹在中间，所以这边大部分的人口都是尼泊尔族。
印度的尼泊尔族。然后明天我下山要从大吉岭坐一个吉普车到西里古里，然后换一个过夜的火车，一直到阿萨姆邦，阿萨姆的首都古瓦哈蒂。从这边之后呢，我的计划是去这里的一个 Kaziranga National Park 去看白犀牛，然后如果可能的话，进到印度的 Nagaland 那个州迪马普，在那边12月的第一个礼拜有一个 Tribal Festival， 当地所有 Nagaland 的那些亚洲面孔的各个部落都会聚集在一起，有一个音乐节跟民族活动。然后它这个地图这一块之前都是虚线的 Arunachal Pradesh， 因为这一块就是中国的藏南。当你在别的地方看的时候它是虚线，但是当你的 geographical location 变成印度的时候，你看这一块全都变成了实线。印度东北它一共有7个邦，除了 Arunachal Pradesh、Assam 跟 Meghalaya 之外，这边还有4个 Nagaland、Manipur、Tripura 跟 Mizoram。如果你是持印度的旅游签证的话，对于中国护照来说，可以没有问题，完全去掉的是这2个州 Assam 跟 Meghalaya。然后 Nagaland 其实对其他国籍的游客，它已经开放了这个旅游，外国人不再需要任何的 special permit 就可以去到那个地方，也不需要雇导游，可以背包自由行。唯一的要求就是在你入境之后，你需要去它的一个政府的机关去注册一下。然后其他国籍的外国游客貌似也是可以自由行去 Manipur、Tripura 跟 Mizoram 的。但是如果你是持中国护照的话呢，我之前在网上看的信息就是Arunachal Pradesh 100%是去不了的。然后 Nagaland 你要去的话，你可以在德里或者是在古瓦哈蒂申请一个 permit， 而且你必须得跟一个 travel agency 他带你有一个导游，所以你去必须买他的这个 package tour 才能进去，不能自由行。但是它很奇特的一个地方就是，大家可以看它的这个首府迪马普这个省会城市，其实就是在阿萨姆邦旁边一点点，所以它其实阿萨姆邦的界限是到这儿，所以我到时候准备坐车从这里去到纳果，然后直接坐进来。如果我不能入境的话，那我就再从这边原路返回。如果可以入境的话，因为通常我觉得他在边境可能不会查的太严，得看他怎么查了。因为其实这一个城市迪马普有很大一块区域，它甚至是在阿萨姆邦的界内的，就连它的 airport 就是在阿萨姆邦和纳嘎兰的交界的地方，所以我们到时候准备去碰一下运气吧。这是我今天晚上在大吉林住的房子。大吉林的晚上就是这样子，一个人在房间，没有暖气，没有热水。我其实今天在外面买了一大瓶水，但是回到房间之后根本就不想喝，因为那水都是冰的。喝下去之后，然后体感温度就又会下降几度，所以就没有喝。然后被子的话，刚才又问他们，特地又多加了一床被子，所以里面有我自己带的小毯子1层，然后原配的被子1层，跟外加的这个被子1层。一会儿我还会把我自己的衣服再盖在上面。就是冬天来大吉岭，在山里面，晚上就像坐月子一样，哪儿都去不了。太惨了。然后他们有早上5点去看日出的项目，我觉得 anyway 日出跟日落都是同一个事情，所以既然下午4点就可以看到日落，何必早上5点再爬起来去看日出呢？对不对？很美的大吉林，建议大家在夏天的时候过来避暑，要是冬天过来的话，一定要装备带齐。因为我这次主要是去印度的东北，没有上山，其实温度还挺暖和的，因为明天下到古瓦哈蒂那边之后，晚上也都是17、18度，所以我就没有带冬天的衣服过来。然后今天那条裤子，唯一的一条长裤弄脏了，现在刚洗了，放在厕所。
我估计明天早上起来裤子都是湿的，就没有裤子可以穿，所以我也不知道明天该穿什么出门，可能会把湿的裤子穿在身上吧。哎呀，不懂。啊，晚上好冷，先晚安了，快冻死了，拜拜。